男人被绑在木桩上，他小心翼翼洞察着四方，似乎在防备着什么。附近有什么东西已向他接近，男人绷紧神经，早已做好应付的准备。远处的草丛中潜伏着一只身影，这是一只凶狠的狼人。男人一个后空翻跳到木桩上，一旁的同伴拉起手闸，男人被拉高到树顶。狼人不断地发起攻击，他的情况非常危险。一名女人拔出长剑，快速冲向狼人。狼人发现他后，转头向他扑去，却掉进陷阱里面。这是一场捕捉行动，这只狼人为非作歹，他到附近的小镇肆意屠杀，镇上的居民只好设置陷阱捕捉他。所有人开始不断射击，子弹似乎没什么伤害。狼人疯狂地挣扎，最后扯断绳子，整个铁笼掉了下来。狼人再次跑出来，他一巴掌拍向女人，幸好他闪得快。狼人向他追去，女人拼命往前跑，狼人发疯似的向他逼近。女人来到一处悬崖，这里已经无路可逃。最后，男人与狼人同归于尽，双双掉进远处的水中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两名男人走进小镇，大群居民手持武器，慢慢向他们围近，似乎对他们充满敌意。女人开始走出来 Gentlemen, you will now be disarmed. You can try. Kill them. 男人拿起手中的镰弩，本以为目标是前方的女人，没想到远处飞来几只怪物，人们开始四处逃窜，小镇陷入一片混乱。镰弩对着他们不断射击，但似乎造不成什么伤害。一名怪物高速冲向男人，眼看着就要勾住他。男人继续起身攻击，但怪物速度极快，根本动不到他们一根汗毛。这时，乌云渐渐散开，阳光照进小镇，周围顿时一片寂静。原来，那几只怪物是吸血鬼，他们最惧怕阳光，被照射到就会灰飞烟灭。居民们开始探出头来，他们以为危险已经过去，可是水井里面传出声音，女人捡起一把武器，两人慢慢走过去。两人手持武器，缓缓走进水井，里面可能藏着怪物。两人靠近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时，乌云渐渐盖过阳光，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怪物抓起女人飞往远处，女人拔出匕首，在她的脚上划了一刀，她开始从半空掉落，但是运气不佳，第二只怪物接住了她。男人使出终极弩箭，女人从高空坠落，重重地砸在屋顶。怪物开始冲向男人，却被连弩打出几十个窟窿，最后失控撞穿房顶。男人慢慢地走过去，他知道怪物不会轻易死亡。这时，怪物从屋里冲出来，把他击飞几十米，接着开始化作人形。他慢慢拔出身上的弩箭，身上的伤口正在急速愈合。看他的表情，显然对自己的不死之身颇为满意。同伴找到一瓶圣水，这东西是怪物的克星，可没想到被另一只怪物抢了先。他把圣水精准地扔到井里，男人无可奈何，失去了最后的武器。怪物对他进行嘲讽。就在这时，他望向教堂的圣水池，男人抓起弩枪，急速冲向教堂。身后的怪物也赶来阻止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成功了。他用沾上圣水的镰弩，在怪物的身上连开数枪，怪物顿时化为灰烬，其余两只也逃之夭夭。另一边，城堡中沉睡的男爵顿时苏醒了，他们总算躲过一劫。镇上的居民都走了出来，女人也对他刮目相看。原来他叫范哥，是大名鼎鼎的猎魔人。到了夜晚，女人突然醒来，她听到隔壁有声音，决定起身一探究竟。她静悄悄地走着，总感觉附近有危险存在，于是拿上武器开始防备。女人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她已经闻到附近的危险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她连忙走去关紧窗户。就在这时，发现可怕的事情，一个个怪异的脚印展现在面前。女人顿时大惊失色，她连忙抓起武器开始防备，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她。她慢慢地走着，浑然不知身后的危险，上面有东西正在接近。她连忙开始逃跑，寻找地方躲避起来。这时，乌云盖过月光，她突然碰上一名男人，他就是之前与狼人搏斗掉进悬崖的男人。原来他是女人的亲哥哥，本以为已经牺牲，没想到还活着。男人越说越激动，身体开始出现异常，窗外的乌云渐渐散开，
月亮又展现出来。原来之前与狼人搏斗已经中了狼毒，他就是刚才那只狼人，只是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化回了人形。幸好范哥及时赶到，狼人破窗而逃，女人这才逃过一劫。这里是德古拉的城堡，一只身影从天窗上跳下来，他的速度极快，一会儿就来到地面。他就是女人的哥哥。原来化作狼人的他已经被男爵控制住，男爵要利用他来做特殊的实验。他被强行按在机器上，随着服饰拉开手闸，机器开始运作起来。他被慢慢的升高至塔顶。另一边，两人来到城堡，他们要救出里面的男人。怎么说，他与女人也是亲兄妹，是女人唯一的亲人。两人来到一处地方，发现一袋袋恶心的肉囊。男人解释道，这些东西是吸血鬼的后代，他们出生是没有生命的。男爵与新娘们用了400年时间把他们酿造出来，这里的肉囊不计其数，如果让他们复活，世间将迎来灭顶之灾。另一边，一道闪电劈中城堡，塔上顿时火光四射，机器将雷电传向男人。服饰拉开手闸，电流顺着线路传向肉囊。范哥摸了一下肉囊，这东西已经有反应，他决定挖开这堆恶心的东西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身后的肉囊已经蠢蠢欲动，这就是吸血鬼的后代。范哥无意惊醒这只小怪物，随着闪电击中电塔，手闸再次被拉下，电流迅速传遍所有肉囊，这些小怪物彻底被激活，他们肆意飞行，到处乱窜。男爵与新娘们看到此情况，顿时倍加欢喜。They need to feed. Teach them how. Teach them. 他们带着刚唤醒的小怪物，成群结队冲破窗户，准备前往附近的小镇。这时，轮到范哥出场了，他拿出武器，一枪一个。男爵看到此情况，发了疯似的向他冲去。他化作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快速降到地面。大群小怪物冲进小镇，他们开始捕捉居民，肆意猎杀。这时，城堡里的机器开始故障，电能已经无法供给，小怪物失去电能，接着集体自爆而亡。2名女恶魔悲痛不已，一个转身往城堡飞去。女人趁机找到哥哥，开始为他解开束缚，准备带他离开这里。但此刻，男人的身体开始变异，这是化作狼人的前奏。范哥突然从上面跳下，他将一根银针插进男爵的心脏，然后一刀切断绳子，做上升降机逃走了。女人开始逃跑，变作狼人的哥哥将六亲不认。I think we've overstayed our welcome. 范哥拿出一把短枪，向着远方的树林进行发射，绳子在半空中飞过，最后勾住大树。他们就这样逃走了。后边的狼人已经觉醒，他纵身一跃跳了上去，绳子无法承受重量，狼人最终掉进悬崖。两人在半空一跃而过，最后安全登陆到地面。另一边，男爵的后代激活失败，心情正在极度郁闷。Hunt them down. Kill them both. 2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一道闪电劈中城堡，一双眼睛突然睁开，接着发出惊人大喊 It's alive. It's alive. 博士的实验终于成功了。这时，男爵出现了。男爵让他在这里进行研究，目的就是制造科学怪人，他能让男爵的后代复活。男爵宣布，这里以后由他接管。What do you say? Why do you think I brought you here? 博士被利用了，男爵慢慢走近他，最后将他杀死。2年后，这名怪人终于大派用场，他被用来当能源，复活吸血鬼的后代。随着男爵一声令下，机器开始慢慢升起。另一边，范哥他们已经赶到，他必定想尽办法阻止男爵，绝不能让那些小怪物复活。但这里的大门是关闭状态，想要越过这里有一定的难度。范哥只是普通的人类，不知他何时学会飞天技能。原来，在前段时间与狼人搏斗，已经被狼人咬伤过。月圆之夜就会化作狼人，他们继续向前走。在这座豪华的宫殿里，有着不计其数的肉囊。另一边，怪人已经升至塔顶，即将迎来的是雷电攻击。范哥正在全速赶来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爬了上来，他必须赶紧解救这名怪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劈了过来，范哥被弹开了，机器通过怪人的身体将电能传了下去。这就是科学怪人的力量，比之前的狼人强多了。这些肉囊开始有反应，但是只成功了一半，还需第2道能量。这时，
男爵看到上面的范哥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开始露出原形，一个转身飞出窗户，下一秒他急速冲过来，接着一个重击把范哥击飞，范哥从塔顶掉下去。怪人想离开，却被脚下的锁链限制住。这时闪电又击中他，这道电能彻底激活了所有的肉囊，小怪物成功复活，他们成群结队往外飞。范哥从100层高塔摔下来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时男爵从后方赶到，他化回人形跟范哥聊上了。 My children live. Then the only way to kill them is to kill you. Correct. 范哥脱掉衣服，回头望向大钟，上面刚好12点，时间刚刚好。范哥开始痛苦无比，身体也跟着一扁。这是化作狼人的过程。男爵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他不知道这位人类是什么时候被狼人咬过。吸血鬼是不死之身，唯独狼人可以与之匹敌。就在一刹那的时间，一只威武的狼人出现了。男爵开始慢慢后退，狼人接着步步逼近，男爵也跟着变回原形，与狼人展开生死搏斗。狼人一个前扑把男爵扑倒，可男爵的体型过于强壮，狼人明显占下风。他抱起狼人在空中旋转，然后重重将他摔在地上，接着张开翅膀准备飞走。可狼人的速度极快，他纵身一跃抓住了男爵的大腿，接着将他摔下地面。男爵起身之后，开始跟狼人讲情。他知道眼前的狼人难缠至极，但狼人不管这些，起身之后一个劲扑向男爵。他们在半空旋转，战斗了不知道多少回合，最后一个漂亮的回旋，将男爵重重摔在地面。男爵已经奄奄一息，狼人张开锋利的爪，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。下一秒，狼人一个跳跃来到他面前，男爵转身就要逃走，可又被拉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乌云盖过月光，狼人化回了人形，战斗力也跟着失去。他连忙松开男爵，跳到远处。男爵一个瞬移来到他后方，然而他并不趁着对方没有攻击力将他击倒，而是在跟他各种吹嘘。最后乌云散开了，范哥重新恢复，他一个跳跃扑倒男爵，给他来了致命一击。就这样，生存了400年的男爵德古拉终于被消灭，他那成千上万只吸血鬼后代也跟着全部灭绝。